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诺和诺德在华市场可能面临激烈的竞争，因至少15款仿制版司美格鲁肽类降糖药和减肥药正在研发，该专利将于2026年到期，且诺和诺德正在就专利进行法律斗争。中国药企趁机加快研发，部分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后期。下面这条，欧洲央行将开始降息，相信通胀得到控制，可减轻经济负担。接下来这条，尽管劳动力市场出现裂痕，但美联储可能因通胀下降而降息。市场预计通胀降低、利率下调和经济健康并存的软着陆局面，降息将利好普通民众，提振股市和企业投资，但债券持有人和低收入家庭仍面临压力。下一条，阿弗拉克保险公司 CEO 丹·阿莫斯25年前大胆启用鸭子吉祥物，不仅提高了公司知名度，还在保险业界掀起广告变革。然而，公司近来年营收呈下降趋势，面临人工智能挑战和日本市场人口挑战。阿莫斯表示，科技革命可能会颠覆任何行业，公司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下面这条，美股在科技巨头带动下上涨后，周四休整，更多劳动力数据将考验投资者对降息希望的增长。标普500指数期货小幅波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也基本持平。国债收益率从此前提振股市上涨的跌势中反弹。市场将周四公布的失业金申请、裁员和劳动力成本等最新数据解读为美联储可能实现经济软着陆的迹象。下一条， Robinhood 以2亿美元收购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stamp， 以扩大其数字资产业务。该交易将使 Robinhood 面临行业巨头，并促进其在欧盟的扩张。尽管 Robinhood 的加密货币业务增长迅速，但它在美国也面临监管障碍。让我们关注，欧洲央行为5年来首次降息至 3.75%， 欧元区利率从 4% 的历史高位降至 3.75%。 接下来，美国失业救济申请人数上升，但劳动力成本涨幅低于预期，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但不足以缓解美联储暂缓降息的犹豫。下面这条，英伟达股价在连续飙升后于周四早盘回落，此前该公司的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下面这条，美国股市在科技股推动的大幅上涨后于周四小幅变动，投资者权衡新的劳动力数据，并对降息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最后一条是，随着 Netflix 广告订阅的成功，投资者押注该流媒体巨头进军现场活动和体育领域的努力将推动股价的下一轮上涨。此举将成为 Netflix 模仿传统电视模式如何获益的另一个事例。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